关节不退化，骨质不松，我是你的骨科医师戴大为。做完人工关节手术，为什么脚还是肿肿的呢？这个是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。就有些人出院回家就发现，怎么过了1-2个礼拜，为什么脚还是肿肿的？过了1个月了，为什么下床走路都还是会肿呢？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来跟各位解答这个问题。那手术后的肿胀，事实上它是一个必经之路，因为下肢的血液回流本来就是比上肢还要差一点点，所以不管你做膝关节的手术，不管你做髋关节的手术，它整个下肢是一定会肿的，不止开刀的关节会肿，而且是整只脚都会肿。那通常呢，在手术完前6天是最容易肿的时候，但是在手术后的6周内，只要有下床，脚就会觉得肿肿的。那这个要肿，如果要完全消失的话，大概要6个月的时间，所以大概是666的期程。那这个肿呢，虽然大部分是正常的，但是我们要小心，有2种可能，它是不正常的肿胀，就要赶快回诊了。第一个就是肿胀还伴随疼痛。如果是你开刀的伤口在痛啊，开刀的关节在肿啊，会伴随疼痛，那个就还好一点，因为手术后本来就是会痛的。但是如果是你是觉得小腿肚在酸痛啊，或者是说整个小腿肚或脚背肿得又肿又红，然后肿得像一个红红亮亮的一个人家台语讲的米菇一样，那可能就要回诊了。那因为这个很有可能是因为血栓造成的一个静脉栓塞，那这个是需要回诊处理的。那肿胀在第2个危险的情况就是跟感染相关的肿胀。如果你开完刀的那一个关节的伤口开始有了变化，它本来有慢慢愈合，但是突然又开始恶化了啊，开始流汤啊、流脓啊，那这个也是需要提早回诊的哦。那其他的肿胀大概都是比较属于正常的肿胀，就是你有下床活动，它就比较肿；那有躺在床上休息或者是睡觉，它就会消一点点。这种肿胀大概都是比较 OK 的。那最后来跟各位讲一下，要怎么样可以减少这个肿胀的严重程度呢？因为有时候太肿，毕竟还是不太舒服嘛。好，那第1个消肿的方法就是最简单，就是抬高下肢啊。如果你没有在走路或活动的时候，其实不要把脚一直垂在下面，其实可以放一个小椅子啊，或者是就直接坐在床上，把脚伸直，那这样子就可以减少肿胀的机会了。那第2个就是做冷敷，注意哦，不是冰敷哦，你就是拿一个塑胶袋或者是一些冰敷袋装一些冰块，然后一些冰水，那就可以来就做患部的冷敷。那注意就是水不要弄得太冰，因为如果太冰的话，整个都是冰块，冰完觉得很冰，但是冰完你只要把冰敷袋拿开，那个地方它就会突然又肿胀起来，反而会更不舒服。所以记得就是觉得凉凉的就好了。那第3个方法就是做踝关节的帮浦运动。我相信这个在住院的时候应该都会有复健师或者是护理师来教大家，就是踝关节可以这样子的来回活动，这个可以促进下肢的血液回流，也是一个消肿很好的方式。第4个方法就是穿着弹性袜，各位可以买一个医疗级的弹性袜来穿。这些弹性袜它是由最下面脚底啊，一直到小腿或到大腿，它有不同的压力差，它可以促进里面的静脉，尽量把血液打回我们的身体，就是一种促进回流的一种袜子。那另外一个第5个方式就是消炎止痛药，消炎止痛药或是一些消肿的药物也有助于减少肿胀的程度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只是肿胀，但是觉得疼痛还好的话，倒是没有一定需要使用，因为药物总是有一些副作用。那最后一个第6个就是考虑做物理治疗。事实上，一些专业的物理治疗师，他都有一些消肿胀的手法，例如说促进淋巴回流的手法，可以帮助组织消肿，帮助我们开刀的地方消肿。那透过这物理治疗，透过他们的徒手治疗的话，其实是可以有效的消肿的。但是因为这种徒手的物理治疗，大部分在外面都是自费的选项，所以各位也可以考虑一下。好，这个就是今天的内容。今天跟各位介绍，就是在做完膝关节、髋关节手术以后，肿胀其实是必经之路。我们只要注意，它不是深层静脉栓塞，它不是感染就可以了。那有一些方式也可以帮助消肿，不妨各位可以试试看。这个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我是你的骨科医师戴大为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